好，来看看今天给大家伙再次带来一个超强的视频。哎，我我好像傻逼，我吃什么花生呢？你看，我跟你说吧，这个人，我跟你说啊，张嘴三分利，知道吧？这要是你看，大伙儿就是人不要脸，这个是天下无敌的，知道吧？树没有皮，必死无疑。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张嘴就是三分利，我一张嘴，看17哥一张办卡，季贤度能一张办卡。虽然说办卡只有6块钱，到我手可能能拿到2块钱左右啊，但是这合起来4块钱，对不对？这4块钱，我就买一瓶啤酒喝吧，对吧？咱这我操！这我跟你说，人要是不要脸起啊，人要是不要脸起来，真是啊！好，我有点装逼了，我重新来。刚才我确实是哽咽了啊，兄弟们啊，我就呛着了。这个花生不吃了啊，这花生太狗了啊！这花生吃90多年了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带来一个2021年第2次破的一个记录啊！这个是实在是惊天地泣鬼神，动如蛟龙吐火球，静如乌龟吐口水的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只能用一句不要脸来形容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恐龙快打第一美男子、第一战神 JD 大神啊！但是他的这个平台名字改了，之前他是不叫这个名啊，现在改名叫 JD 了，但是还是他。之前我是在2021年的1月1号当天给大家伙这个解说了这个视频，传说中的麦斯的速通18分钟01秒啊，然后这次废了啊，这次又难受了，来了一个这个麦斯17分钟57秒的。虽然说很多人小狼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就4秒钟，我操，这是进了18分钟以内，你还让其他的玩家怎么玩啊？我实在是不太理解这个事儿啊。所以说咱们看看啊，既然破了记录，我们第一时间做出来，也算是对得起他啊，兄弟们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那第一关呢，作为入门关啊，也没什么好说的啊，就干就完了啊。好，回身一摔，又是一手血杀，最后一点血。好了，再次感谢我们的亮哥啊，包粉亮哥以及我们的17哥，再加上我们的4700，你看这个你张嘴就有力，兄弟们啊，一定要嬉皮笑脸，做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嬉皮笑脸。你要是不嬉皮笑脸啊，整个苦瓜脸，谁也不给你送礼物的，知道吧？你没有人给你送礼物的，对吧？你就点这个嬉皮笑脸起来，该舔舔，对吧？你这个东西，只要你这个直播间里面是欢乐的，是开心的，哎，能让大家快乐的，那一定是吧？你不能亏待你，是不是？大家伙都是，不有郭德纲老郭不说那句话吗？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吗？对不对啊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这个咱不能老暗示啊，老暗示就有点过分了。这个凡事啊都有度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这个有点过分了之后吧，就招人厌了。所以说大家伙对吧？临我讨厌大家伙之前呢，送点小弱鸡啊，这什么荧光棒，没关注的点波关注，没转发的啊，现在你就拿手机也好，还是那个电视也好，还是说那个平板也好啊，你就直接啊点一个转发，分享到朋友圈里面啊，然后在这朋友圈里面留言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主播，我非常喜欢看的，我每天都看他的直播睡觉等等这种文字，我相信啊，你发完之后肯定是有好处的啊，对不对？没准你发完了之后，然后呢，你的女神不小心点进去看了一下直播，从此爱上了我，不对啊，不对，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从此爱上了你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觉得你给他这个你推荐的快乐，他是吧？好，开车，这个里面速通一定要开车的啊，兄弟们啊，不要多说啊，前面几关啊，就实在是泰森的力量太简单了，基本上来不会出失误。首先呢，咱们先骗出40暴击，只要有40暴，咱们的这个游戏才开始。一旦前期没骗出40暴的话呢，GD 应该会炸房吧？我感觉是这样的啊。好，开的这款是凯迪拉克。这时候凯迪拉克之后呢，撞的话呢，拉下啊，一定要拉下，然后被炸，炸爆之后呢，咱们直接就是一个 CA Mega， 然后直接啪，啊，好，打2点，先回身再 CA Mega， 然后啪，死啊，没死，我操，死的太惨了啊，死的时候慢镜头还得喊那么多声好，来看看啊，这个小哥们儿啊，这长得像亚洲人是不是啊？好，来看看前手，捡起来，
哇，这后面这个爆了，为什么不炸自己？把后面那个炸死之后呢，背景还得有个音乐，就是哦。他有时候这种音啊，有音效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感谢刚才我们的这个小孩儿子叫曾龙哥啊，这个3手办卡，嗨，这个起来了啊！一定要保持乐观。像我昨天解说2000的时候，这为啥没有人送礼呀？你连解说都不好好解说，逼逼赖赖的。像那种解说，像昨天那种我那个逼样的啊，大家伙取关就好了啊。但是今天的我，大家伙就不要取关啊，该点关注点关注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是吧？哎，这个意思啊。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这么玩啊，就是把那个关注给取消了，然后再重新点然后让小狼感觉到好像是那个关注了我一样啊。这个这么玩就没有朋友啊，你这么玩过分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一个前线跳手就死，太疼了，40爆太狠啊。好，前线跳手回身捡上猎枪。好，跑身后。你看这个小兵，这个 boss 肯定说这小兵不要脸，这小兵怎么就，对吧？一点都不帮我。我操！我记得小时候我打这关的 boss 啊，我要打好长时间，而且可能还会死人，比如说前前手、前前跳手什么的。结果呢，他就太赖了啊！好了，直接讲命，直接一手讲命。而且你看啊，他之前破了这个速通记录，这是第一，他还破了摊分的记录。打了一手美版的摊分，他这一手摊分怎么打的？大家伙也知道，495万，相当的烂。好，来看看，取消再关注不行，我感觉好像对主播不好，大家伙不要这么玩啊！我不太清楚啊，这么玩好像是没朋友啊。不能这么整，你们转发那个什么行啊？大家伙知道啊，就是能涨咱们直播间热度，除了真实的人气还有礼物之外呢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去咱们那个贴吧发内容啊，就是去鱼吧啊，叫鱼吧啊，一个是鱼吧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帮忙转发直播间啊，这也挺好的。虽然说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转发直播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，但是你发了之后呢，官方就会认为我这个对吧？就是咱们的粉丝对我狼是有这种分享精神的啊，虽然说有点像我狼强行灌输的概念，但是确实有好处啊，大家伙知道就好啊，对吧？就这个意思啊。如果说你要是非常恶心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跑到其他直播间里面说啊，我在那个97号直播间发生了非常好玩的主播等等之类的话题，然后帮我宣传一下。反正这么做呢，挺招人讨厌的啊，让我是这个意思。40爆是200%伤害，我感觉不止吧啊。是这样式的啊，咱们一共有7个攻击力，7种攻击力。初始攻击力呢是排名这个倒数第3，也就是说比初始攻击力还有再低2个档的。然后呢，40爆、30爆，啊，再有啊，前面是4个，后面是2，一共7个。来看看这个马云，刚刚这首马云啊，我感觉那个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马云变身之前呢，虽然说血少，但是马云变身之后啊，我感觉就是更好打。如果没有小兵的话啊，你像这个马云呢，最起码还能扔石头，还能开枪，起身无敌时间还可以拿枪托来砸你。而这个龙呢，它最猛的无非就是拿脑袋去顶你，是吧？你有一个起身无敌判定，但是呢，你利用歪轴卡好了之后，这个龙就是个傻子，对吧？说变身之后还没有变身之前厉害，就是血多点，对不对？对，去别人直播间宣传肯定是那个什么啊，肯定是有反作用的啊。马云吗？那个刚才那个恐龙变身之前就是马云啊，就是马云，对吧？连如今最牛的马云也完蛋了，你说咋整？你说啊，直接就被变成恐龙，而且又被打死了。这个游戏的那个什么，这个游戏的那个幕后黑手是宋小宝，然后马云是他的得意大弟子。啊，然后咱们这个人啊，选的这个人物，比如说咱们选的这个人是井冈山啊，井冈山扮演的啊，一个肌肉男。然后那个第3名那个穆斯塔法黄帽呢，他最开始选人画面的时候啊，他是选那个谁啊，选那个一个越南人，就是现在是在广西河池啊，好就是他啊，他在广西河池，然后他叫姓朱啊，原名姓朱，叫朱维权啊，就是那小子扮演的。后来呢，发现呢这个在游戏里面呢，就找他演不合适，又换人了，换成那个李幼斌。就那个李云龙知道吧啊？就扮演李云龙那个李幼斌老师演的这个穆斯塔法，这是真事儿啊，这都真事儿，你们看一下就知道，我没说假话的啊。
好，看看暴击是不能受伤吧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啊，暴击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你一旦暴击了之后肯定是要无伤的啊。当然你也可以再骗出暴击来，咱们打速通那肯定不能浪费时间呢。你看这个伤害那相当的高了，对不对？水球碳酸泉，我去，我发现这个有个小伙子叫水球碳酸泉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那个《一拳超人》里面那个奇遇老师，他那个参赛的时候说号称自己是水流碳酸泉是吗？为什么看不到白人速通？也有这个大神是打了一个白人速通，白人速通呢应该是整个速通当中好的杀右，我们看看杀右体啊，还是这个路子，快4秒不要紧，杀右体。最后这个杀右体，最后他是12转身12转身12扣，还是12血12背还是12扣？我们看最后一个，好是12扣，好的，不是下上手。以前的打法都是下上手啊，这样的话杀右了，右体被杀死了之后，我们看看直接过关。文松啊，怎么看有没有暴击？看伤害就能看出来。那第一是看伤害就能看出来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尤其是像这种高级玩家，他们一看伤害就瞬间就能看出来的，一样的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什么呢？有的这个插件可以看啊，有的插件可以看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有点像那个传奇里面的那种什么免辣啊、免辣、鲜血、魔法锁定那种感觉。你说它赖吧，我感觉也不赖，因为就像辅助一样，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来讲那种调属性的外挂啊。然后再有一点呢，就是有的版本，像现在有很多这种特殊版本，它直接就把那个内存显示出来了。如果你的攻击力多少，它会，对吧？它会把那个类似于像插件那种显示的方式啊，在屏幕当中给你显示出来。所以说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咱们这个原版不会显示，可以看通过伤害来感觉，也可以通过插件来感觉。白人说是最差人物，但是呢，如果是玩这个3进的玩法啊，如果是3进玩法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白人比那个汉娜还好一点，汉娜稍微慢一点啊，因为白人的普通攻击非常快，也非常过瘾，但是呢，这个汉娜可能就稍微慢一点，而白人的伤害也不是特别低，对吧？它重点在于什么呢？伤害虽然说不高，但也不是特别低，它的机动性很差，比如说它的什么跳腿呀。什么那个前腿，他前腿，人家的前腿都挺好的，他前腿搓地板，对吧？那个搓地板容易挨干，你知道吧？你像女的还是前大膝盖，对吧？咱们这个胖子前手是一个大扑，或者是前跳手一大巴掌，对吧？穆斯塔法就不用说了，穆斯塔法前手就是咱们小时候最喜欢用的，而这个前搓地板这个太嘚儿了啊。好，看看攻击范围，这个没法说，这个太嘚了啊。那穆斯塔法最牛逼的是什么？还包括什么呢？人家的血杀啊，是吧？就都挺帅的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谢伊迈格尔，比如说那个旋风腿，比如说那个倍儿大，然后白人就是原地转一圈一个拳啊，原地挥空360度小挥空拳，非常赖啊。很多人说刚才小狼这个人是不是开挂了？这个他拳头已经打到身后了，他又没有无敌，对吧？他又没有那个血杀，为什么这个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个他没有受伤？这里面跟大家伙说一个技巧啊，就是你在就是抓人，然后就扔的这个瞬间的时候呢，对吧？摔这么一下瞬间的时候呢，就这么一摔的时候是有无敌判定的啊，这是有无敌的，所以说一定要弄好啊。好。白人那个 AB 还不能治晕，这个葵秋说的可能也是非常专业的东西啊。你像这个一个血杀打完，一般都会晕，你看啊，都会晕。但是这里面呢有个这么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晕不晕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，你比如说吧，你比如说这个打这个无双版，或者说打这个1v3版，经常打这个待会儿那个3个那个生化忍者的 BOSS 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了啊。有时候血杀把人打晕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他晕那块时间，我赶紧把这个残血的这个 BOSS 输出，只要死了一个，剩下俩就好打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游戏有学位的话，小狼是博士吧？啊，我感觉肯定不是博士，肯定不是博士，因为博士肯定是要专精的。我要是如果说我是这个游戏如果有学位的话呢，我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那种江湖骗子，你知道吧？
就是明明自己玩的啥也不是，然后装作自己整的就大明白，你知道吗？装作自己啥都明白，然后一旦碰见不懂的就开始胡诌，就开始这个解说一些不内涵的东西，就开始讲故事啊。如果连故事都没有了，我就开始逼逼来开始给你跑题了啊，对吧？明明是说恐龙快打，我给你整到那个三木童子上了啊，就这个啊，都是技巧，知道吧？啊，这玩意儿都是就这个意思啊。对，就是马大师，知道吧？就是马大师。董王，董王这个东西太狠了啊！好，前前手，谢麦格，哇，直接摔死！哎，14分钟28秒，从游戏开始没投币也算啊，到现在直接就是一手啊，太强了啊！好，最后一关，第8关啊！你没发现闯关游戏大多数都是只有7关或者是8关？你们算一下，真的，闯关游戏大多数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你们想想。什么惩罚者呀，铁钩船长啊之类的，对吧？很屌啊，这个。好，再来。我跟你说，你看 GD 啊，你看 GD 大神玩这个游戏真的不一样。首先，他无伤，他暴击之后无伤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个人感觉啊，你们可能不相信。我就这么跟你说一句，如果你把自己调成无敌的，随时都是无敌的啊，然后呢，把自己调成无敌的，不用无限血，就是无敌的，然后把你调成就是40暴击，就是把都是，就是你也不用考虑什么挨打之后什么没了，无敌加40暴击，一直40暴击，你都不一定玩的比他快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就你都不用血杀，你就是无敌的怼着干，你信不信？你玩的没他快，不信你可以试试啊，真事儿啊，你可以拿那个。比如说拿模拟器，你调一下，啊，真事儿啊，这玩意儿他妈没法说啊，就太狠。好，龙王啊，那种，那你要说龙王，那圆桌骑士是吧？那种小关你算，那你过分了啊，那过分了，那种闯关它不一样，它有点像 RPG 闯关了啊，那种还差点儿，这个可能赖我啊，这个我说的不完全，我就大概这种就是 ARC 作品或者说是 FC 作品，甚至是 MD 作品，大多数都是7、8关的啊。好，看看这一下就死，很多人说有时候开挂了，真的，你开挂你也玩不出他这个状态的，相信我啊。好，我们管这个叫最后的难点，虽然说它没有这个双王难，但是它这个我们管这个叫4精英。如果是无双版，如果说是1v3版，我们管这个叫6精英啊。6精英的话也确实有难度啊，真的不要小看。但是呢，相比于这个双王或者是三忍者啊，那肯定还是3忍者难啊，这个确实是啊。好，看看。Yes, right 是的。好，还有一个乌兹冲锋枪。这前期打那个宋小宝的龙啊，小宋小宝的时候呢，是应该不会费血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不会用枪的。好，你看这个宋小宝，发量也是非常的惊人啊，程序员发量啊，你看，但凡是搞研究的这种啊，这都是这个头发都少啊。好，看宋小宝第一段。3套直接摔死啊！宋小宝击了啊！双头龙长得非常可爱啊，还是粉色的啊！这龙这是啊！好，看看，啪，就这一套招打2罐血将近，突突，一共是40多发子弹，捡起来还能扔一下啊！在屏幕外面慢慢打。先麦格先跳过来，一套能不能打死？打不死，打死了。17分钟57秒，真的赖啊！太狠了！就是整个这个游戏时间现在18分钟13秒，18分钟14秒，18分钟15秒，就是你不算开头那个绿蒙子，也不算那个上来那个一个先麦格然后才开始玩的那个瞬间，你算吧，赖不赖？这就是 GD 啊，这就是full赖，太牛逼了啊！是狠，绝顶高手，不得不承认啊，太牛逼了啊！好了，还是感谢 GD 啊，我也是从来没有在10天之内啊，连续解出过2个同样类型的视频
而且恐龙快打我这一次没少解说，你想的啊，恐龙快打虽说人气高，但是真的是很牛逼，这都已经是太屌了。他如果再创纪录，就是18分钟50秒之内，我操，那就变态了啊！那就真的是，所以说记录都是一点一点打破的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 JD， 也是感谢所有来观看小狼直播和视频的小伙伴。希望大家伙给我一波一键3连，转发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发弹幕来支持我狼啊！如果送点礼物什么的，我也不反对啊，反正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下期再见。